欢迎收听《生命的光》。之前我们讨论过 AI 跟神性的关系嘛，结论大概是 AI 虽然很强，但更像是一面镜子，对吧？对，反映出我们人类的智慧、渴望，还有那个局限性。没错。那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 AI 会不会是人类重要的精神伴侣呢？这是我们特别想从基督教的视角，根据你提供的这些资料来好好聊一聊。嗯哼，目标就是一起梳理这些不同来源的观点，帮你厘清一下 AI 在精神层面它的角色到底是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，在你给的资料里，基督教信仰这边怎么说？核心观点好像一直围绕在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这句话。对，《创世纪》。对，《创世纪》1.26到27哈，这就让我们很特别，就是我们有灵魂，有自由意志，可以跟神建立那种属灵的连结。像资料提到的传道书说灵归于赐灵的神，或者罗马书讲圣灵跟我们的心一起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这个跟 AI 的差异就很大了。对啊，根本上的不同，对吧？因为 AI 不管它多厉害，它本质上就是人设计出来的工具嘛。靠演算法跑的。对，跑演算法，它没有灵魂，也没有你资料里说的那种所谓属灵的觉知能力。哎，这个对比真的很有意思。尤其我们看你分享的另一份资料，哇，里面讲 AI 的能力真的会让人吓一跳，也难怪有人会想，哎，它能不能当伴侣？像是什么能力让人这么想？比如说，他提到 AI 能给出那种几乎完美的无条件积极关注，就是你想找人说话，但又不想有压力，它好像就能满足你。零压力倾听。对，而且反应很快，记忆力又超好，它甚至能模仿你最喜欢的那种沟通方式。还有个说法，我觉得很有趣，说 AI 像体外神经网络。体外神经网络什么意思？哎，就是说它像个外接大脑，可以跨领域连接很多知识。资料举例说，把苏轼的韩式铁跟那个 GPU 的结构连在一起。哇，这联想力对啊，很跳跃，但它做得到。而且它还能避开很多人类思考的盲点，达到一种资料里说的思维洁癖。体外神经网络、思维洁癖，听起来是很厉害，没错。但问题就来了嘛，这种超级模仿，真的能取代你资料里基督教观点一直强调的那种真实的属灵连结吗？这就是核心问题了。你分享的基督教观点文章是认为 AI 比较适合当辅助工具，对吧？对，像个助手。这比喻蛮好的，就像以前印刷术发明，哇，大大帮助圣经传播。AI 或许也能帮我们查经文、研究神学资料，辅助研究。对，但它不能替代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因为信仰的核心，是你资料里圣经章节一直强调的，是跟神建立真实的个人的生命的连接。像马太福音说的，要进到内室，在暗中跟天父祷告，还有圣灵的那个内在引导。约翰福音应许的保惠师，罗马书说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帮我们祷告。这些都不是技术能做得到的。对啊，这不是演算法能模拟出来的。就像哥林多前书提醒的，光有知识没有爱，是会让人自高自大。这正好跟你资料里提到的那个基督教的团契 （koinonia） 的概念，也就对上了。哦，怎么说？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嘛，团契不只是人跟人聚在一起哦，它是跟父还有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。这是一种基于真实的位格，还有生命的参与，很深的连接。真实的位格。对 ，AI 或许能模拟出有人陪的感觉，甚至有些资料说什么数据共生，但它少了这种真实位格的存在基础。我懂了。然后你其他资料提到的风险也跟这个观点能对上，例如过度依赖 AI 可能会让我们的情感肌肉萎缩。情感肌肉萎缩听起来有点可怕啊。意思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跟人互动同理的能力会下降，搞不好连体内的催产素都会受影响。这就有点像忽略了真实团契的重要性嘛。有道理。还有一个叫认知殖民危机。认知殖民就是我们的价值观、判断力，不知不觉中被 AI 的数据和演算法给影响，甚至塑造了。
这就有点像把 AI 当成一个不容置疑的权威，这就非常接近基督教观点一直警告的那个技术偶像化。是啊，你提到这个技术偶像化的警告，在你资料的基督教观点里，确实是个很重要的提醒。马太福音里，耶稣拒绝试探时说：“当拜主你的神，单单的释放他。”出埃及记也明确禁止拜偶像嘛。对，10诫。对，所以任何取代神在我们心中那个最重要位置的东西，不管是钱、权力，还是看起来好像什么都能做的科技，都可能变成偶像。这个界限要很小心。其实教会历史上也一直面对新技术的挑战啊，像印刷术、广播电视等等。没错。但核心问题好像一直没变。我们最终是倚靠神，还是想靠着人的技术自己搞定一切？诗篇127篇说得很好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如果技术的发展脱离了造物主的引导跟正确的价值观，恐怕很难带来真正的益处。所以总结来看，从你提供的这些资料，特别是基督教的角度来看，关键点很清楚，就是人类因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独特的灵性价值，这个是 AI 没办法复制的，无可取代。对，我们跟三一神，还有在信徒团契里那种真实的有生命温度的关系，是任何技术都没办法替代的生命体验。AI 无疑是很强的工具，可以辅助我们的生活，甚至信仰的实践。但是它的模拟，就算再像，也碰不到那个真实属灵交通的核心。说得好，所以我们态度应该是感恩，但也要很审慎的来使用科技，发挥神一开始给我们治理这地的那个责任。创世纪有讲，做个好管家。对，做个好管家，但同时也要一直提醒自己，就像你资料引述的诗篇说的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。还有约翰福音，耶稣说的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只有三一神才是我们最终的依靠跟满足的来源。最后就留给你一个问题，可以好好想一想，在我们跟 AI 互动越来越多的这个时代，我们要怎么有智慧地划定那个界限？怎么确保这种互动是帮助我们更深地认识造物主，体验真实社群的连结，而不是反过来削弱了这一切呢？这很重要。或许可以借用奥古斯丁那句很有名的祷告来反思：主啊，你为自己造了我们，我们的心如果不安息在你怀中，就永远得不到安宁。